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人的鼻子下面都会有一条纵而细长，介于鼻子与嘴巴的浅沟，也被我们俗称为人中。在面相当中，人中也是13部位之一。人中的形状不一样，长短深浅都预示着不一样的寓意。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人中，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财运、健康、儿女运等。那不同的人中面相运势如何呢？大佬今天来告诉大家。由于人中在男人和女生身上所代表的含义不同，所以大佬分开为大家讲解。1. 男人6种人中面相。1. 男人人中长，运好，身体强。人中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、生命力强弱和生育力的高低。如果男人人中身长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肾气充足，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生命力比较强，做事精力旺盛，一生的运气较好，为长寿之相。而若是男人的人中部位长得短窄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差，容易体弱多病，生育力低下，缺乏子孙运，运气也不会太好，晚年孤独而困苦。2. 男人人中长了一粒火疙瘩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部位长有火疙瘩的话，这种跟身体好坏关系不大，很可能是因为上火所致。但若是长期一直存在，一直消除不掉的话，这种属于肉质，或者是长有黑痣的话，这是一种肾气不足的表现。在夫妻生活关系方面不够和谐，夫妻关系容易产生矛盾，生育能力比较低，为了子女一辈子操心劳神，辛苦不停。3. 男人上狭下宽的人中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部位长得上窄下宽的话，这种人中相属于典型的幸运之相。长有这种人中的男人一般出身不是很好，从小容易吃很多的苦头，不过也慢慢培养出了坚毅的个性和毅力，做事坚持，性情也比较刚直，做事认真，任劳任怨，敢做敢当，不惧怕失败，往往能够白手起家，年龄越大运气越好，事业发展也会越顺利，能够惠及子孙，晚年大富大贵。4. 男人人中太宽的人。很可惜，命相学上说，如果男人的人中沟绪长得过宽过平的话，大多数的男人皆为如此。这种男人一般个性非常的急躁，性格也比较的暴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为人处事方面缺乏智慧和谋略，行事比较冲动鲁莽，平时总是大大咧咧，做事火急火燎的，容易把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搞砸，人际关系不太好，子孙缘分较浅，与子女关系不太好，晚年很难享到子孙的福气。5. 男人人中有横纹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长有横纹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性格和脾气往往不太好，特别的任性，做事随心所欲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说话没有分寸，特别的伤人。而且人中有横纹也代表着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容易出现问题，与子女关系不太好，尤其是给女儿的关系比较僵持，操心不断。这条纹在相学中也称通奸纹，长有此纹的男人婚姻运往往不太好，结婚比较困难，即使成婚，婚姻也很难幸福。6. 男人人中部位不长胡须。人中不长胡须的话，在相学中也称人中无须。这种人大多自视非常高，容易看不起人，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，富有正义感，喜欢打抱不平。换个说法说，也特别的爱管闲事，无论做什么都有种精力不济的感觉，很难保持长久的坚持力。遇事总是犹豫不决，缺乏决断，行动力不足，很难一块合作做生意，与父母关系不太好，经常容易惹是生非，让父母操心不断。2. 女人6种人中面相。
一、人中身长宽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部位长得身长而宽阔清晰的话，代表着肾气充足。这种女人一般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育能力比较强。俗话有云，人中长且宽，子女排成班。这种女人往往子女运比较好，而且性格温厚，善于教育子女。子女身体比较健康，而且长大也比较有出息，晚年富贵有福气。二、人中窄窄一条缝隙。如果女人的人中窄细，看上去就像一条细线和缝隙的话，这是一种明显的肾气不足的体现。身体免疫力比较差，体质偏弱，生育能力比较低，子女缘分淡薄。相书中有云，人中一条线，有子也难见。这种人中的女人容易出现流产等现象，想要孩子的话比较困难。即使有了孩子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比较差，智力和身体都不够好，学业运比较差。三、人中一个小窝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长得看上去就像一个浅浅的小窝的话，这种人中的女人比上面讲的那种人中如一条细线的人会强一些，身体素质也会好一些，但也只是相比较而言，并不会好太多。俗话说，人中一个窝，有子也不多。这种女人的生育能力也偏低，即使有孩子也不会有太多。四、人中有痣的女人面相。老话常讲，面无善痣，而人中属于人面部任脉和督脉的交汇之所。如果女人的人中正中间部位长痣的话，代表着生育能力比较差。这种主要分为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人中浅窄且有痣，这种女人的体质非常差，生育比较困难，而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，夫妻生活方面不太懂得克制。而另一种情况指的是人中身长且有痣，这种女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育能力也比较强，不过私生活方面却比较的放纵。五、人中偏斜处有痣的女人面相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正中间微微偏斜的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对于婚后的生育能力影响不是很大。不过长有这颗痣的女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爽朗和洒脱，为人心胸开阔，为人处事方面比较的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。而这颗痣如果长在人中正中的偏下方部位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对待感情不够专心和专一，婚后生活不太检点，严重者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状况。六、人中偏斜的女人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长得歪斜不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体质偏寒，而人中歪斜且弯曲的话，这种女性大多属于宫寒比较严重的体质，怀孕起来比较困难。人中偏斜的越严重，代表着身体患上疾患的几率和程度便更深，而且很难治愈，长期饱受病痛方面的折磨。这种女人年轻时对自我比较的放纵，对待男女之事方面也不懂得节制。其实任何的命相学都是供人们参考的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。现在人们的运势好坏受多种因素的制约，比如一个人的八字命理，一个人居住的屋宅风水，办公环境以及接触的人和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印堂是指两眉之间的距离，在面相中，印堂又称为命宫，也就是代表着一个人命运的关键地方。人们通常观察印堂的形态纹路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命运的起伏。那不同印堂面相的人命运如何呢？一起和大佬来了解一下吧。一、印堂纹路看命运。一、印堂悬针纹。所谓悬针纹，指的是印堂中间出现一道竖直而深刻的纹路，如针一般直插印堂，又名为斩子剑。拥有此纹的人，个性固执偏激，脾气异常火爆，做事冲动，不顾后果。
他们独断专横，企图心极强，尤其体现在事业上。他们不怕失败，凡事决定了就会坚持到底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这种刚直的性格也常常造就了他们获得成功。印堂有悬针纹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是命硬之人。男人有话克妻克子，女人有的话克夫克子。这类人到了中年，会有破败不测之祸，需要小心化解。如果女人印堂有斩子剑，第一胎是男孩也站不住，大多数都是生女孩。如果说这样的女人真的生了男孩，那她上一世一定中了善因，但最终孩子也不会生活在她的身边，因为斩子剑就是代表儿子远离自己的意思。这种情况下，建议可以佩戴旺子女姻缘的吉祥物，使婚姻幸福美满，促使家庭成员和谐。2. 印堂双雀纹。印堂上有2道清晰可见的竖纹，被称为双雀纹，是典型的善纹。有此纹路的朋友，脑组织发达，事业心十分强，思想虽然保守，却十分周到，为人处事上也有条有理，韧劲十足，无论男女都能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。有此纹路的男性朋友，性子宁折不弯，总会在无意间得罪一些小人；而有此纹路的女性朋友，经常与老公有矛盾，婚姻状况不是很好，建议在丈夫面前态度要收敛，这样家庭方能幸福。3. 印堂川字纹。印堂处有3条竖纹的，称为川字纹。这类人心地善良，有正义感，懂得知恩图报，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地位与声誉，只是得失心较重，易固执己见，时而安详，时而暴躁，并且呼吸系统较弱，做事容易有失偏颇。男人印堂有川字纹是个富贵之相，这样的人会白手起家，干出一番大事业，但往往婚姻都不顺利，易夫妻不和，中年多灾。女子有川字纹的，性格刚烈，不容易包容别人，婚姻容易出问题，且易招来官司口舌。4. 印堂镰刀纹。如果靠左边的眉毛近的有一条竖纹，叫镰刀纹，有这样纹的男人要特别注意，性格刚直，应该改改自己的脾气，否则你会因一时冲动而触犯法律。而且左边还代表父亲，会刑克父亲，所以父亲身体会不好的居多。5. 印堂杂纹。印堂有一团乱麻一样的杂纹，这样的人在30岁前后一定要格外注意。在这几年，流年正好走印堂运，不论是投资还是出行，都容易出现变故和灾祸，建议谨慎处事，少变动。不过，如果你印堂有不佳的纹路，也不要着急。一来，过了30岁，印堂的影响就会变小；二来，如果没到30，可以采取一些人为的手段，将纹路减轻或去除，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运势。6. 印堂伤害纹。眉头上方单独出现的纹路被称为伤害纹，又叫牢狱纹。若在左眉头名为伤害纹，其人易遭受攻击，或身体患有风湿类的慢性疾病。如果在右眉头则称为牢狱纹，其人一生必有一次牢狱之灾，拘留也算。7. 印堂悬针生角。悬针纹下面出现枝杈纹路，名为悬针生角，是一种降低悬针纹伤害程度的纹路。虽然同样六亲无靠，但祖德深厚，往往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。这种纹路适宜追求一路功名。8. 印堂八字纹。印堂有形似八字的纹路，这种人一辈子活得比较劳碌，
即使富得流油，仍旧会为了生活而奔波不已。他们也享受劳碌，一旦闲下来，反而会浑身不舒服。而且印堂处有八字纹的人长寿，善于思考，喜欢钻研学术，但心胸较不开阔，喜欢钻牛角尖，人际关系不佳，一生操劳，难主刑期。9. 弯钩纹。印堂指纹上端出现折角弯钩是典型的凶纹，其人必定行克父母，事业无成，并且最大特点是性格乖张而极端，必引祸而伤身。10. 印堂井字纹。印堂有井字纹者，高官可达，在企业里往往能独当一面，是领导之才。如是女性，往往是克夫之相。若印堂处有交叉纹的人，男克妻，女克夫，一生劳碌辛苦。11. 印堂仰月纹。仰月纹就是在印堂处长着像一道弯月的纹路，有此纹路的人生来就十分富裕，他们出身的环境好，因此能够从六亲中得到鼎力的支持，事业方面做得风生水起，因此这种纹路的人最不愁没钱花，一生福气满满。2. 其他印堂面相算命。1. 印堂凹陷。面相中认为饱满有肉的印堂是比较好的，印堂是福气聚集的地方，印堂饱满就说明这个人非常有福气。相反，如果人的印堂凹陷，就说明这个人福气不足，好的运气难以聚集，一生中运势都是不怎么顺畅的，多遇到阻碍，运势不稳定，时好时坏，导致他们的情绪也不怎么好，脾气暴躁，命运可以说是比较坎坷的。2. 印堂过窄。印堂过窄的人，说明他们想问题喜欢钻牛角尖，时常会有比较极端的想法，事情难以想开，性格上就会是比较冲动的，情绪不稳定，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。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事的，这样的人很难开心起来，总是皱着眉头，更加不会有好的运气降临，一生孤苦贫寒，容易生病。3. 印堂有痣。印堂有痣，这本该是个好的面相，被称为双龙戏珠，但谁知因为这颗痣不是正圆形，或者是正黑色，所以为他们也带来了一些波折。本该属于自己的功名，都成了别人的垫脚石。如果说生活对他们不算公平的话，其实想想，他们也并没有真正关心过别人的感受。如果少年得志是他们的梦想，那么得志以后却只顾自己往上爬，这样的成功恐怕也会引来天怒人怨。4. 印堂有疤。印堂有疤的人事业发展不顺利，职场上的竞争很大，而这类人的竞争意识不高，容易在竞争中选择放弃。对这类人来说，竞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他们宁愿在职场上做一条咸鱼，靠着职场发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很难的。这类人经常会为了找工作烦恼。5. 印堂不平。印堂不平的人容易招惹小人，这类人喜欢高调过日子，这样的生活状态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，但是也容易招惹小人的纠缠。这类人因为小人的纠缠而很难有好的发展，面对生活的时候，经常会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不值得的事情上面，很难有发展。6. 印堂开阔明亮。印堂位于两眉头中间的位置，又被称之为命宫，而通常的情况下，印堂的位置长得明亮开阔，看起来饱满有肉，则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心胸开阔之人，做事有主见，个人的能力比较强，日后一旦取得成功，必定会得到一番极高的发展，而且他们的事业运势发展的会比较高，日后一定能更上一层楼。7. 印堂平整。
印堂平整干净，没有恶疤恶痣，也没有什么杂纹，宽度也是刚刚好的人，身体健康，智商情商都比较高，就是性格上也比一般的人要好，而且有此面相的人，工作或者事业都比别人要顺利很多，一生运势较好，收获也是比别人多了好多倍。他们的好运算是自然来，贵人运还很旺盛。8. 印堂饱满。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外形饱满，首先象征的是其人头脑聪慧，擅长思考，有着出色的学习能力，是他们眼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聪明人。这类人大都学习成绩优秀，且运势出色，很少会在生活以及工作上遇到麻烦。其次，他们在社交方面也有着不俗的才能，有机会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。快结合大佬讲的这些，看看你的命运如何吧。当然，相不独论，以上内容不一定完全准确，仅供参考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外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一定是十分重要的东西，但在面相学中，女人的面相可比外貌更为重要。如果一个女人外貌长得十分出色，但是她的面相某一处长得丑，那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是穷苦命，不仅自己穷，还会拖累另一半。今天大佬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容易让女人穷的丑相有哪些。下巴 W 型，在相学中，若是女人的下巴长得比较尖，而且中间也有凹陷，则这样的女人爱慕虚荣，把钱看得非常的重，一点金钱的诱惑都经受不住，个人的情感世界也比较丰富，但是财运不佳，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，没有存钱储蓄的习惯，从而遇到这样的女人必定会败坏全家的运势，只能过穷人的生活，后腹不强，成不了大器。喉结凸起，在相学中，若是女人的喉结有明显的凸起，则这样的女人多半属于劳碌命，个人的命运也会比较坎坷，婚姻运势非常的不顺利。婚后别指望这样的女人能够旺家族，甚至还会刑克自己的子孙伴侣。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女人，日子过得贫困孤独，一生都难以大福，个人的后福也不是特别的强，一辈子劳心劳力就没有清闲的时候。脸色青黑，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脸色看起来青黑，气色非常的不好，则这样的女人个人的运势非常的不顺利，而且个人的财运不佳，身体健康运势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或是进财不顺，带不旺家运，不会是旺夫之相。而最好的脸色应该是脸色长得红润黄明，色泽光亮者均为气色最佳，预示着人生顺遂，财源广进。斗鸡眼，女人拥有斗鸡眼，两个黑眼珠向里靠近，而四周的眼白比较多，则这样的女人性格非常的倔强，脾气性格也不好，常常喜欢争强好胜，也赚不了大钱，总是与人发生口舌之争，为一些没有必要的小事情就闹得不可开交，得罪不少人。所以这样的女人只会损害丈夫的财运，带不来大财。夫宫线，鼻子主财，在面相学中代表一个人的事业和财产运势。对于女人来说，鼻子更是她的福星，鼻子长势的好坏决定了她们以后遇见什么样的配偶，更代表了她们丈夫的运势。夫宫线指的是脸大鼻小，这种面相也是克夫相之一。此类女性胆子比较小，并且还会处处牵制丈夫的行为，阻止其进行投资理财等活动，不会影响丈夫的身体健康，但是会让丈夫破财。吹火口，所谓的吹火口，就是指一个人的嘴巴向前突出的比较明显，嘴巴的周围拥有皱纹，则这样的人天生就喜欢与身边的人计较，个人财运比较拘谨，而且金钱运势也不丰隆，天生抠门小气，就算叔有钱也不肯多花，
而且时常会为了钱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败坏别人的名声。若是与这样的人合伙做生意，日后必定难以拥有好的发展，甚至还会把本钱给赔进去。鼻梁如刀，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鼻梁长得如刀背，鼻梁漏骨比较明显，而且鼻子长得比较尖，则这样的人典型的忘恩负义之人，凡事都不会顾惜别人的感受，天生没有好命，个人的自信比较重，非常的自我，见到钱就像往自己的口袋里装，完全没有一担的情义可言。所以这样的人注定没有大的发展，多半都是一锤子买卖，富贵难长久。额低，发际线窄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发际线长得低，额头尖窄，则这样的人多半自己的家世不好，父母不得力，家庭背景失利，对自己的发展很少起到推进作用，甚至很多时候牵绊着自己。这样的人虽然命苦，很难依靠父母的关系，而且额头长得尖窄的人看钱看得比较重，目光短浅，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发财的不多。头大身小，一个人的头脑与身体的比例非常的不协调，则这样的人自身的婚姻运势发展的非常不顺利，婚姻运势的发展也不是特别的顺利，而且自身的事业发展也不是特别的强，从而导致自己的婚姻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幸福，所以一辈子都是劳碌奔波的命，生活的压力也会非常大，思虑不周全，没有脑子，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会成大事，只能过苦日子。总的来说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女人的面相如果尖削无肉，露骨，则容易贫穷。那什么面相的女人才是富贵面相呢？其实一个女人是否富贵，主要是看她此处是否圆润有肉。下巴饱满，下巴位于面部的下庭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晚年运势与财运等。若是女人的下巴长得比较丰满，尤其是有双下巴的女人，更是天生就会拥有比较大的福气，个人的家运非常的不错，不是缺钱的主，晚年有钱花，孩子的成就也不低，所以这样的女人后福比较强。耳垂厚大，耳朵在相学中为福气的象征，若是一个人的耳垂长得非常的厚大，拥有垂珠，则这样的女人头脑非常的聪明伶俐，学习能力强，自己也拥有比较好的逻辑能力，赚钱的本事不小，好运不断，一家有钱人，拥有一个家风不错的婆家，所以也能够拥有比较年轻的心态，属于越活越精彩的主，福气深厚。脸型圆润，女人的脸型长得圆润，而且也拥有比较丰腴的脸型，则这样的女人性格非常的活泼开朗，拥有不错的人际交往能力，很容易得到大家的信任，让人非常的容易相处。而且这样的女人异性缘非常的不错，深得异性的追捧与喜欢，贵人比较强，无论做什么行业都会得到大家的帮助，身边的好运不断。肩膀有肉，一般女人的肩膀有肉非常的容易影响到女人的美观，但是这样的女人个人的心胸非常的宽阔，也会拥有容忍之量，绝对不会因为小事情就斤斤计较，很容易成就一番大事业，成绩也比较好，身边的人都愿意帮助他们，个人的人缘非常不错，聚人则必定也会聚财。肚腹有肉，相学理论认为，略微有肉的肚腹是聚财之象，对理财聚财都有好处，而女人的肚腹的位置有肉，则这样的女人财运非常不错，能够赚钱也能够存钱，而且做事也非常的稳重，在事业上的成就也就不低，深得领导上司的喜欢，拥有非常不错的发展。额头饱满，额头在面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自身的财运比较丰厚，拥有非常不错的个人发展，而且这样的人才能出众，也会拥有赚大钱的本事，在事业上的成就也会非常的高，
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出生的条件就比别人好，创业成功的几率也会非常高。鼻子有肉，鼻子在面相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等。若是一个人的鼻相长得非常的端正，鼻梁坚挺，鼻翼饱满有肉，则这样的人自身的财运非常的不错，个人的成就较高，在事业上必定会拥有非常不错的发展，自己的福气深厚，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会有经商的头脑，思维灵活，财运源源不断。一个人的面相是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，如果你的面相不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。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今天我们说一下一生都很倒霉的面相。一、印堂发青。在面相中，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代表了一个人的元神、精气和精力，为聚集一个人全身的精气神所在，对个人运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。所以印堂处以饱满光洁为佳，最忌乱纹或伤疤。而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处颜色较暗的话，则预示着运势不佳，为倒霉的前兆。一旦面相出现这种状况的话，近期在事业财运方面明显会出现下降和阻滞，情绪也会变得压抑和暴躁，在生活中一定要多加注意。二、耳朵单薄。耳朵为肾之外窍，代表了一个人的肾气是否充足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、福气和智慧。所以从耳相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做事为人以及运势变化。如果一个人耳朵比较单薄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肾气不足，健康方面往往不太好，并且缺乏理性和智慧，考虑问题比较简单，生活事业方面容易处理的一团糟，容易被霉运缠身，运势非常的差。三、天庭发灰。天庭在面相中指的是发际线以下、眉骨以上的额头位置。天庭部位是面相中离大脑最近的部位，代表了一个人的智力和先天运势。在面相学中，额头丰隆圆润的人一般心胸较宽广，比较聪明，运势也非常的好。天庭代表了一个人的事业层次、社会地位以及个人能力等。如果一个人的天庭部位颜色发暗灰的话，则一般代表着运势低迷，事业和家庭不顺，容易有灾祸临门。四、山根凹陷。山根为鼻梁的根部，位于两眼之间，是连接鼻梁和印堂的部位。山根代表了一个人的祖业和健康，以饱满挺直为佳。如果山根处比较挺拔的话，这种人一般非常的有福气，命也会比较的好，容易得祖辈余荫庇佑，身体健康状况也非常的好。而如果一个人的山根处如果出现凹陷或者折断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中年容易出变故，事业和家庭不稳固，做事也不能顺心如意，生活上总是会遇到倒霉的烦心事。若是山根部位出现发紫、发青的现象的话，甚至还会对健康造成危害。五、颧骨灰暗。颧骨在面相中对一个人的个性和运势的影响非常的大。颧骨又称为权力之骨，代表了一个人的个性和欲望。颧骨不能太高，也不能太低。颧骨太高的话，个性比较霸道，心性比较尖刻和挑剔；而如果颧骨太低的话，则为人缺乏自信。如果一个人的颧骨位置颜色灰暗无光的话，这种人往往近期运势会非常的差，容易有倒霉事缠身，出现破财等不好的状况。六、眉毛浓黑压眼。眉毛在面相五官中被称为保寿宫，可以通过眉毛的形状大小、稀疏程度等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、财运运势等。拥有这种面相的人性格软弱，没有主见，只会跟着别人走，容易受身边环境的影响，对于任何事情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心态，很容易放弃。这类人理想大于现实，想发大财，但是不喜欢努力，最终很难成事，赚不了多少钱。七、发际线低，额头窄。额头在相学中又被称为天庭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好坏、财富运势、性格特征、智慧等。发际线的好坏还会影响到个人命运和前途的发展。拥有这种面相的人命运比较坎坷，大多生在生活贫苦的家庭，从小就开始吃苦，很难完成学业，
很早就需要赚钱养家，靠自己生存，而且他们财运低弱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事半功倍，劳劳碌碌一辈子。8. 鼻梁尖削露骨。鼻子在相学中被称为财帛宫，可以通过鼻子的形状看出一个人的财富运势、事业运势、性格特征、智慧等。拥有这种面相的人性格比较怪异，自私自利，只想着别人对自己好，不想着回报付出，很难招人喜欢。而且他们的财运羸弱，很难能把握住赚大钱的机会，在事业上多有坎坷，很难获得成功，一生贫穷困苦，难以翻身。9. 颧骨塌陷。颧骨权也，在面相中代表着权力与财势的象征。颧骨的高低和形状会影响人的性格特征、领导能力、财富运势、仕途高低等。拥有这种面相的人，领导能力低，不适合担任领导层次的职位，而且他们心胸比较小，喜欢斤斤计较，妒忌心强，看到比自己强的人会想方设法的去陷害他，因为这种性格导致他们的仕途不顺利，很难获得升迁的机会，财运又弱，赚不了大钱，生活艰辛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